知道你们前段时间有没有刷到苹果人和安卓人的一个梗？我好像是个用了几年苹果，现在主力机是安卓的双修党。我过去一直都是 iPhone Pro 系列的用户，但这次体验了最新的 iPhone 17 Pro Max 1周后，我竟然有点不适应了，甚至决定剪完这期视频我就换回安卓。那为啥今天是 Max 呢？因为这个我也是借来的，别问我为什么不买，1万多的手机我现在是真舍不得买了，而且这个价格我都能买2台带背屏的17 Pro Max 了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还会毫不犹豫的冲 iPhone 吗？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系统，我一个苹果的老用户都觉得有点懵。还有这个搜索在下面之后一点都不方便，哪有这样子方便？这么大一个屏幕，想要搜索的时候还要这样子，这样子点一点都不好点。原来这样，多好。不光是我身边好几个用苹果的朋友都说，现在这个系统是安卓不安卓，苹果不苹果。第一眼嘛，就是图标变得4不像了。安卓都在学以前苹果的图标，结果你苹果现在又整得挺安卓的。小红书一搜嘛，大把人吐槽，甚至还有教你把新系统图标改回旧款的教程，还有几千人收藏呢。相册也是大变样了。刚开始上手的时候呢，我还有点不知所措。对比 iOS 18，你们看看到底是哪个好看，哪个方便？明明之前可以上滑一步到位的操作，你现在非要我点点点。用了几天悟出了，才发现17它也是可以上滑调这个参数的，但是原来是中间这里就可以上滑，它现在是这里不可以，它必须从这儿，它才可以调。然后我一开始都不知道，我只会在这里去点。听说你能不能长一下嘴呀？在整个系统大改之后呢，我也是觉得挺难看的。我通知栏对比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，反正我看网上说丑的还是挺多的。另外就是相比于安卓，它没有应用双开，对我这种需要切账号的人来说太痛苦了。2个微信号的人嘛，用苹果，我现在还得专门带个安卓备用机，而且它还是没有指纹解锁，人脸识别不准的时候，还有半夜侧躺看不清的时候，我都还得特意抬个头，不然就是只能输密码了。我就搞不懂苹果你不做屏下指纹，但是你在电源上或者是拍照按键上做个指纹解锁能怎么样嘛？再说回这个外观颜色，我是挺喜欢橙色的，甚至我的牙刷都是因为是橙色就买了。所以看发布会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呢，我还是挺心动的。在拿到之后呢，我还是觉得挺好看的。这个新设计新颜色本身就是决定买不买一款手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嘛。有人喜欢有人嫌很正常，反正这次的颜色外观大改之后嘛，这个辨识度绝对是拉满了。我带出去都有人特意会问我，你这个是新款吗？多少钱买的？有没有加价？甚至还有人问我拿去拍照装逼发朋友圈。这让我意识到用新款的 iPhone 面子属性依旧是存在的。所以我又想问了，你们会因为这个原因年年换新 iPhone 吗？还有这个铝合金材质对比之前的钛金属来说算是降级了，但是我觉得一体的手感嘛却好了很多，也不容易留指纹了，而且日常带手机壳嘛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但是论抗摔耐磨来说，肯定也是不如之前的。另外这次也是说升级了天线，但是实际使用下来嘛，我国庆逛个商场上个厕所就没有信号了。我问同样用17标准版的朋友，他说厕所里面不都没信号吗？换做以前的我可能也没有感觉，但现在我有安卓思维了，我就觉得上厕所也要有信号才对呀。这次的充电速度确实是提升了不少，20分钟能够充到50%，但是和安卓比嘛还是慢。屏幕续航是 Pro Max 最大的优点，但代价就是它太大了，带上壳简直就是一块砖。用完之后我再拿起小屏手机都觉得特别轻盈。散热方面嘛，这一代确实是好多了，不会动不动就烫手了。打王者嘛也不会很发热，但是充电的时候或者是长时间使用相机的时候还是会有点过热的。最后说说影像，我体验下来就是升级很大，但是槽点也不少。先看它最擅长的视频拍摄，录制的时候镜头变焦，其实也没有看别人说的那么丝滑。主摄到4倍的长焦以后呢，还是有明显的切换顿挫感。主摄跟广角切换也是一样很明显。录制的时候直接切换镜头嘛，也是看得出来的。这个我也不是说它做的不好，相对来说 iPhone 在这方面已经做的算是最好了。只是说我体验下来没有觉得比之前的老款 iPhone 好很多，不像是一开始看测评说的那么好而已。拍照方面，超广角除了特广和清晰度 OK 以外就没什么感觉了。主摄的变化嘛感知也不大。我这2天用苹果基本就是随手拍，日常记录嘛依旧是偏向于真实一些，算法应该是有优化的，特别是有了这个珠光滤镜之后呢，拍人终于是好看多了。对比直出的肤色给你们看一下，长焦部分的效果确实是清晰很多了。它在光线好的情况下呢，清晰度细节的呈现都挺好的。8倍的变焦之后嘛也不会很糊，但是夜景的效果嘛还是挺差的，糊得像千元安卓机一样。另外在暗光环境甚至是室内弱光，还就是这个老问题，总是调用不了这个4800万的长焦，就默认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也没个提醒啥的，反正我就总是不知道自己到底用没用上这个长焦头。不过前置摄像头才是这次让我最心动的升级，想必大家都知道了，这次的前置是一个正方形的 CMOS， 视野更广，防抖更稳，还支持人物居中和跟踪，但是这个功能反应有点慢。微信视频的时候也可以实现人物跟踪的一个效果，我体验下来嘛还可以，简单的一些移动跟随都可以跟上。
另外，现在的自拍效果也挺好的，新的滤镜码都不用额外修图了，合照也可以很显瘦。要是能再加点美颜的功能选项就更好了。还有前后同时录制也是挺不错的，出去旅游看风景或者是跟朋友见面，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同时记录喜欢的偶像和自己。反正这些我体验下来，对于常用前置人来说还是很有用的，这也是让我最想买的原因之一。感觉想买大疆 Pocket 3的人都不用额外买了，买17系列就挺好的。不过苹果你真的像是没长嘴一样，就比如现在很火的珠光，还有各种摄影风格，你正常拍摄的时候可以直接选用，但是我拍完之后后期想改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没有风格的这个选项了。我明明记得16就有啊，后面查了才知道是必须把照片格式设置为高效才可以，选择兼容性最佳就没有办法后期去修改风格了。这种隐藏设定真的是让人很无语。还有这个拍照按键，16我不买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个，现在我用它1个星期了，我的使用率几乎也是为0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一代的 iPhone 对比以前的进步真的是很大，充电、续航、散热，还有前置、长焦、外观、手感。但是它那些曾经让我觉得不可替代的地方，好像无形中都被安卓给替代了。我用了几个月的安卓，没啥不习惯的，换回 iPhone 之后呢，反而觉得哪儿都不顺手，没有双开，信号随延，长焦还偶尔糊，价格还这么顶。所以用习惯安卓的朋友其实没必要去尝试 iPhone 17系列。如果你是 iPhone 的老用户换机，这一代的提升码那确实很大很值得。但又说回来，在这个经济下行的环境下，我是真心觉得你也可以看看安卓，或许真的会有不一样的体验。所以在我发完这个视频后，我又会变成安卓人，住安卓小区养安卓猫。好啦，虽然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期的，先关注吧，拜拜。